在人群中，你或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能力平平，却讲话铿锵有力，总是一副我最懂的模样。他们对任何新观点都嗤之以鼻，对未知的世界毫无敬畏，仿佛自己早已洞悉一切。而那些真正优秀的人，反而显得谦逊谨慎，时刻保持着对未知的探索欲。这种平庸却自信，优秀却谦卑的矛盾，这不是错觉，而是一个普遍存在且极其危险的心理现象。它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牢牢地困住了无数渴望成长的灵魂。今天我们深入这股愚昧的自信背后的6大成因，并透过几个虚构的故事，带你身历其境，看清这些思维陷阱的真面目。更重要的是，最后我将分享能够帮你挣脱这些无形的束缚。陷阱1：无知的快乐。当一个人对某个领域的了解仅停留在表面时，他会误以为自己看到的1%就是世界的全部。这份自信并非来自于实力，而是来自于无知的堡垒。就像有些第一次学游泳的小孩，能在水里憋个10秒，划个几下，就觉得自己无敌了，甚至还笑别人动作笨拙。结果有一天，他到深水区玩，不小心抽筋，吓得手脚乱挥，差点呛水。从那之后，他才真正明白，游泳不是能漂几下就算会，而是要懂技巧，懂安全，还要懂如何面对突发状况。小李第一次买股票，刚好遇到行情大涨，1个月就赚了3万。他立刻觉得自己投资天才，还笑投资老手说，研究这么多资料有什么用？结果第2次进场，市场大跌，不但把赚的赔光，还倒欠钱。这时候他才意识到，真正厉害的投资人，不是靠运气，而是靠长期的风险控制。这就是无知的快乐。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往往是那些我们自认为最了解的领域。陷阱2：小圈子的回音。如果说认知盲区是内在的思维束缚，那么小圈子就是外在的环境枷锁。当你周围所有人都跟你持有相似的观点时，你很难不相信自己是对的。这种群体催眠会把个人的偏见放大成真理。小王是个普通上班族，每天下班后最爱的就是跟几个老同事聚在一起打麻将。在他们的麻将局里，大家总会聊些共同的话题，哪个明星又出轨了，房价又涨了，公司谁又在搞小团体。当其中一人抱怨现在经济不好，工作太难找了，其他人立刻附和，是啊，现在哪有什么好工作，读再多书都没用，还不如早点出来混社会。他们会共同得出一个结论，读书无用，混社会才是王道。这个观点在麻将局里被反复强化，成为了他们所有人的共识。有一天，小王看到一个线上课程广告，是关于数据分析的。他有些心动，觉得学习新技能或许能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但在麻将局里一提起，立刻遭到老同事们的嘲笑，学那玩意儿干嘛？有时间不如多打几圈麻将。现在公司都裁员，学再多也没用，还不如把时间花在人脉上。小王听完，心里那点小火苗瞬间熄灭了。为了融入这个圈子，他选择了放弃。在小圈子的舒适圈里，他没有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更无法意识到读书无用论其实是为了合理化他们的安于现状。小圈子的回音就像一个巨大的回音室，它会过滤掉所有不和谐的声音，只剩下你最想听到的肯定。在这种环境下，你的自信并非源于真知，而是来自于群体无意识的盲从。有些人不是因为真的厉害，而是因为看到大家好像差不多，就会觉得那我应该也不会差。这就是从众心理带来的假自信。小美看到朋友、同事都在抢预售屋，她也跟住贷款下定，心里想大家都买房，应该不会错。结果房子盖好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房价还低了一截，她才惊觉，跟风买的不是资产，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陷阱3：脆弱的自尊心。对于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无力的人来说，承认自己的无知无疑
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打击，因此过度自信便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用来掩盖内心深处的脆弱。阿伟是个怀才不遇的键盘侠，他总是喜欢在网络上评论时事，从国家大事到国际政治，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当有人提出不同观点时，他总能立刻反驳，你懂什么？我早就看透了。现实中的阿伟，工作不顺利，收入平平，人际关系也搞得一团糟。他内心极度焦虑，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但如果让他承认，我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我能力不足，眼界太窄，那将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为了保护自己脆弱的自尊，他选择了自负这件外衣。他把自己的不如意归咎于外部世界，富人都是黑心商人，社会不公，我只是运气不好。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让他觉得世界是简单可解释的，让他觉得自己比那些成功的人更高尚。脆弱的自尊心不是力量的源泉，而是防御的盾牌，它能让你暂时心安理得的待在原地，但同时也封闭了所有自我反省和成长的通道。陷阱4：眼前苟且的困境。当一个人长期处于物质或精神的匮乏状态时，他的思维会被极度的窄化，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解决眼前的困境上，而丧失了对长远目标的规划能力。小丽是个年轻的工厂女工，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只为了赚取微薄的薪水。当她下班后，疲惫不堪的她只想躺在床上滑手机，看看短影音，玩玩游戏。有人建议她，小丽，你这么年轻，可以报个夜校学习，以后能换个更好的工作。小丽听了摇摇头说，哪有时间，每天累都累死了，下班只想休息，而且学那些东西要花钱，我得存钱寄回家。小丽的大脑被钱和疲惫这2个念头牢牢的俘获了，她的认知资源被完全投入到应对眼前的生存压力中去。她不是不渴望改变，而是她的思维已经被困在了匮乏的隧道里，她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明，也无法想象自己除了工厂女工之外，还有其他可能性。眼前苟且的困境实际上是一种认知投降，他告诉自己，我的人生就是如此，别再想那些遥远的事情了，活在当下最重要。这看似是一种务实，实则是一种对未来的彻底放弃。陷阱5：过时的经验。当一个人因为一次偶然的成功而将其视为真理时，他就陷入了幸存者偏见的陷阱。他只看到了那些成功的少数人，却忽略了背后更庞大的失败群体。老张在10多年前靠着一次大胆的投机，在房地产市场上赚了一大笔钱。他常对晚辈说，现在的人都太老实了，做生意就是要胆子大，敢赌。当年我就是敢借钱，敢投入，才有了今天。老张坚信自己赚钱的秘诀是胆量。当他的儿子想创业，做一个科技类的产品时，老张极力反对，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干什么？科技哪有房地产实在？听我的，借钱去买房，稳赚不赔。老张只看到了自己这个幸存者的故事，却忘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有多少人因为投机失败而倾家荡产。他把时代的红利、运气的成分全部归功于自己的能力。他无法理解时代变了，过去成功的路径已经行不通了。过时的经验就像一张过期的藏宝图，它曾经有效，但在新的世界里只会把你引向深渊。陷阱6：关系万能的幻觉。在许多底层生态中，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是极其单一且实用主义的。他们不看一个人的学识、思想深度，只看他能不能搞定事，有没有用。王村长在村里很有威信，他没读过什么书，但人脉极广，能帮村里人解决各种麻烦事。谁家孩子上学需要找关系，谁家盖房子需要办证，他一个电话就能搞定。村民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比那些读书人强多了。王村长对此也十分自豪，他认为自己的智慧
远超那些只会讲大道理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知识和思想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远不如一通电话、一顿饭局来得实在。然而，当村子面临转型，需要发展新的产业时，王村长却手足无措。他过去的那套关系学，在复杂的商业世界里根本行不通。他不懂市场规律，不懂管理，不懂创新，他的能力在新的游戏规则下变得一文不值。关系万能的幻觉是一种将搞定式等同于有智慧的思维，它会让你忽视了真正创造价值的长期能力，最终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无情淘汰。如何打破这些陷阱？这6个陷阱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潜在的影子，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看待自己？陷阱心态认为，我的能力是固定的，我的人生早已注定。害怕失败，因为失败证明自己不够好；回避挑战，因为挑战可能暴露自己的弱点；渴望被赞美，因为赞美巩固了自己心里我已经很棒的信念。自信是脆弱的，静止的，建立在我不犯错的基础上。成型心态认为，我的能力是可塑的，我的人生充满无限可能，欢迎失败，因为失败是学习的最佳机会；拥抱挑战，因为挑战能帮助自我成长；寻求反馈和批评，因为这些是进步的催化剂。自信是动态的，强韧的，建立在我可以变得更好的信念之上。当你从内心深处把自己从一个需要证明自己的演员切换到一个渴望成长的学生时，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你不再需要用虚假的自信来武装自己，因为你最大的底气来自于你拥抱未知和失败的勇气，以及你对自己持续成长的坚定信念。